裴家有制杯嫁女的规矩，只有制出圣杯，裴家女才能出嫁。连续7年，裴景言都只制出阴杯，眼看上门提亲第8次还是阴杯，我直接动了手脚，如愿娶她进门。新婚当夜，与裴景言青梅竹马的书生沈慈安得知消息后，投湖自尽，当场溺亡。不过一介穷书生，死便死了，晦气。他神色冷淡，让人将尸体丢进乱葬岗。可就在他怀胎10月，即将瓜熟蒂落时，只是想替裴郎生下孩子后，再答应谢家的提亲，可你居然直接逼死了他！你去地府给他赔罪吧！再醒来时，我又回到了那天。天意已决，自此2家婚约作废。不是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吗？如果第9次能中圣杯，他照样可以娶裴小姐。是啊，从裴景言及笄起，我就盼着裴景言每年制杯能投中圣杯嫁我。为了等他，谢家这7年拒绝了无数上门议亲的官家小姐，大户千金。算上这一次，已经是第8年了。裴景言强撑着笑，慌乱牵住我。景琛，你糊涂了。待到明年，我们还有一次机会，只要你再等1年。看他此刻的深情模样，我忍不住在心里冷笑。裴景烟与我自小定下婚约，以传家玉镯为订婚信物，李氏非他不娶。可最后等待我的，却是他扎进我胸腔的利刃。我那颗对他的爱慕之心，连同自己，都在那场火中灰飞烟灭。直到死前，我才知道，他真正爱的，一直都是那个书生，就连肚子里的孩子，都是他的。景琛，你莫要置气，我们定会在一起的。好，既然你不死心，那就问问裴家列祖列宗答不答应。再是阴杯，就是第9次了。9次无心杯，那是大凶之兆啊！阴杯，9次阴杯。祖宗可否答应我与裴景烟的婚事？我与裴景烟喜结连理，对裴家可是好事。天意已决，不会再有第9次了。回府。等等，景琛，我知你定是气昏了头。我已经求过裴家各位族老，他们愿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等1年，好吗？告辞。我走出了府，不禁想起当年的事。当年花灯节，裴景言被带人掳走，我追了一整夜，拼死将他救出。拿弓的手在颤抖，裴景言喜极而泣，抱住我的手是暖的。他没事，可我却被一箭刺中，险些丧命。当初岂是非我不嫁的裴景言，却爱上了一个屡试不中的穷书生，为了他不惜杀了我。这7年，裴景言一面和我人前恩爱，一面睡在那书生的床上。隔日，裴景言就带着个俊朗书生出现在诗会上。这不是谢公子的未婚妻裴景烟吗？怎么会带个俊朗书生？怕是裴小姐耗费青春等不起了。察觉到这里的动静，他身边的沈慈安走了过来。谢公子，没想到在这遇见你，是我让嫣儿带我来的，来看看这上京繁华。这衣服不是我之前送裴景烟的布匹吗？之前为讨她欢心，我送了她笔墨纸砚和价值千金的布匹，还有珍宝，到头来都穿在沈慈安身上了。我听闻这上京先敬罗衫再敬人，我穿的太过朴素，会让嫣儿丢了脸面。哦，差点忘了，谢兄不是不敢穿鲜亮华贵衣物，而是当年玉匪险些丧命，自此落下心结。你记错了。小生怎么可能记错？当年谢兄可是首任30人呢。景琛，慈安并未说错，你怎么就急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你还有脸说以前？以前我怎么对你的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景琛，你在我心中早已是我夫君。这块玉镯是我找人花万金做的，就当弥补定心参品了。让裴府将谢府这些年送去的东西尽数归还。我转身离去，一眼步发上了马。裴景烟眼里闪过一丝微光，追了过来。景琛，我保证不论何时，我都会嫁你为妻。1年后，我定会制中圣杯。等我回到谢府时，
景晨，你看爹带什么回来了？上京传遍了你退婚的消息，今日居然有人向圣上求赐婚。我知道你对那丫头情深，到时候我帮你我娶，不管是谁，我都娶。怎么是长公主？她是圣上登帝后的第一个孩子，我与她自小不对付。从前一起上御书房时，我便和她今天打一架，明天掐一架。不过她及笄后久居深宫，我便再没见过她。圣上赐婚，我与顾清溪的婚事必定盛大隆重。裴家送回来的东西被我直接贱卖，换成了黄金白银。婚期定得近，我便早早准备起来。裴景言笃定我非他不嫁，他忙着和裴家人闹。我在准备婚事时，他被禁足20日。直到21日，裴家终于松口，但裴景言却说想和我见一面。我答应了，想看看他打算干什么。但等我到了郊外时，却只看到了沈慈安。你果然舍不得嫣儿，不过嫣儿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，今天我就在这里解决你！你疯了吗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景晨，你竟敢这样对慈安，当真是疯了！沈慈安被救上去后，裴景烟带着一帮人连忙跑路。我看着随时松动的石块，心脏猛跳。这时，有人拉了我一把。好久不见。不管是前世还是这一世，裴景烟都毫不犹豫选择了沈慈安。最终救了我的，不是我苦等数年的未婚妻，而是即将与我成婚的长公主。当日我平安回府，裴景烟让人送来了一个匣子。这是这胎儿是中毒滑胎，并非受精落胎。沈慈安挺会做局啊！来人，给我送回裴家。将匣子送回裴家后，不料裴景烟亲自找上门来。谢景琛，你必须跪着给我和慈安还有死去的孩子道歉，不然休想我嫁你。来人，送客。我懒得搭理他，直接闭门送客。往后几日，裴景烟陪着沈慈安养伤，等着我上门下跪道歉。可我一连10日没了动静，他不免有些心烦。沈郎，出去散散心，利于恢复。他与盛大隆重的迎亲仪仗擦肩而过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你不知道吗？圣上赐婚，宫里的人亲自操办婚礼。谁的婚礼？谢公子和长公主的。谢公子。裴景烟整个人像是失去了知觉。这些天，他一颗心都扑在沈慈安身上，自然不知道谢府张灯结彩筹备婚礼的事。那天在裴家祠堂置碑后，裴家早已默认2家退婚。花轿来了！背后传来一声惊呼，裴景烟僵硬回头，和花轿上的顾清溪对上一眼。景琛，你为何？顾清溪，景琛今日绝不可能与你成婚，他爱的人是我。就在他怒吼出这句话的刹那，人群猛然安静，敲打声也停下。顾清溪美目轻挑，嗤笑了一声：“凭什么？”说罢，他看向我，主动下了轿，绕着裴景烟转了一圈。就凭你7年不肯嫁进谢家大门，还是为了那书生大闹一场，故意在脚杯上动手脚，让他苦等数年。裴景烟，别傻了，我还得多谢你，因为你，我才有机会选谢景琛当驸马。每说一句，裴景烟的脸色苍白一分，撞开侍卫婢女，他发疯冲向花轿。景琛，你和我走，我这就答应嫁你。你没必要故意找他来气我，让整个上京看笑话。我听到这话喉头一梗，只觉得好笑。不等他冲进花轿，我抢先抬起右手，啪！下一秒，裴景烟脸上浮现出巴掌印，一边的侍卫揪着他的后领，冷着脸将他推开，没有丝毫怜香惜玉。那双眼固执地看着我，对着顾清溪的威胁恍若未闻。裴景烟死死盯着我。景琛，我已承认脚杯被动过手脚，我并非有意不嫁你，你信我。垂眸缓缓露出一抹笑，我翻身下马，一步步走向他。等到了他面前，我盯着他脸上的慌乱和期盼，一字一句道：“与我无关。今日过后，我就是驸马。”裴景烟脸色煞白，嘴唇颤抖看着我，似乎理解不了我的意思。当驸马比娶你一个皇商之女好过千百倍。难以置信看向我，他眼里错愕绝望，声音有些发颤：“景琛，你在同我开玩笑，对不对？你护了我10余年，我们早已有婚约。慈安不过是一个小小穷书生，就算他有些桀骜不驯，我让人叫他规矩便是。你何必与我一刀两断？只是有些许桀骜不驯。”我想到裴景烟那个早夭的胎儿，轻笑了一声。上一世沈慈安死后，我瞒着裴景烟，悄悄去看了一眼。沈慈安溺水，腹部肿胀，满身污秽血腥气，可我却无意间注意到他藏在身上的绝笔信。若有来生，待我考取功名，
定将裴家碎尸万段，光明正大娶你。沈慈安故意选了我和裴景嫣的新婚之夜投湖自尽，为的就是把自己的死怪到我头上。只可惜他运气不好，这一世就算我解除了与裴景嫣的婚约，也依旧轮不到他。但不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，裴景嫣都先选了他。如此，我放手便是。脑海里浮现出前世死前，任由我如何求饶解释，裴景嫣都不信我，那冷漠的目光像是要将我凌迟处死。伸手挽住顾清溪，我居高临下望着他，我只是不想自己恶妻子，一女侍二夫，有何错？裴景嫣浑身一颤，还想挣扎，却被人狠狠按住。裴景嫣，这是皇上赐婚，你可是要让裴家满门抄斩，还有脚杯作假，这事不出一日便会传遍上京。你守着你的裴家，好好想想吧。将手里太医写下的书信递给他，我表情恢复平静。沈慈安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他悄悄给你下的药太猛，你落胎后再也不会有子嗣了？女人瞬间没了动作，人群再次热闹起来。我扶着顾清溪坐上花轿，体贴替她整理裙摆。这一次，裴景嫣再不敢拦我，只能任由花轿从她眼前掠过。她眼里悔恨翻涌，最终化为一片死寂。嫣儿，沈慈安终于从人群里挤出来，出现在裴景嫣身边。刚刚的对峙，他听得一清二楚。看着远去的花轿，他眼里闪过一丝喜色，可脸上却是一片忧愁。嫣儿，谢公子对你情深意重，怎么可能会另娶他人？要不你再去劝劝，这次我和你一起去。都怪我，坏了你和谢公子的好姻啊！话音未落，向来对他温柔的裴景嫣却猛然缩回手，对着他怒吼：“闭嘴！你还嫌我不够丢脸吗？”裴景嫣眼中含泪，脸色愈发苍白。慈安，我的孩子是怎么没的？闻言，男人浑身一颤。沈慈安刚想开口，就被裴景嫣声音沙哑打断：“当初是你说你自小身世可怜，为了考取功名吃了不少苦头，不想我肚子里的孩子步入后尘，所以无论如何都求我对脚杯动手脚，只求我迟1年嫁进谢府，好让我们的孩子先被裴家承认。”裴景嫣脸上没了表情，拿着手里那张纸，浑身颤抖。可为什么要给我下堕胎药？难怪他会忽然落胎，连各种灵丹妙药都保不住那个孩子。想必你为了不让人发现端倪，忍得很辛苦吧？听到女人轻声开口说出这句话，沈慈安慌了。嫣儿，你不要听谢景晨的话，这些都是假的。惶恐和慌乱定格在脸上，裴景嫣却笑了，抬起头笑得疯疯癫癫。他一把甩开衣袖，景晨什么都没说。慈安，你怕是忘了，裴家是富可敌国的皇商，查出这些东西很简单，看了那胎儿的是太医啊，太医怎会看走眼？其实这些消息早在他小产生下死婴后隔日就被裴家传到了他耳朵里，只是他不愿相信罢了。直到亲眼看着我另娶他人。不，嫣儿，景嫣，你听我解释。沈慈安彻底慌了，他费力扒住女人衣角，可不等他抓稳，就被侍从再次甩开。你不知道你惹上了多大的麻烦，如今谢景晨已然是驸马。裴景嫣眼里一片死寂。就在他说完这句话后，下一秒，背后忽然传来一道声音，一对穿着官服的捕快站在两人身后，对着两人开口：“你们就是沈慈安和裴景嫣，劳烦和我们大理寺走一趟吧，裴家出事了。”另一边，我与顾清溪拜堂之后，去往皇宫面圣。路上他神秘一笑，牵着我的手说为我送了一份大礼。我一挑眉，直接回我：“谢谢公主。”女人脸色未变，耳尖却红得压不住。跪在圣上面前时，我紧张垂眸，却只听见头顶传来几声轻笑。这就是清溪一直想要嫁的驸马吧？一口气差点没喘过来。我错愕看向顾清溪，直到浑浑噩噩在笑声和恭喜中捧着一堆赏赐坐上马车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有些惊讶看向身侧的人：“有什么好吃惊的？你自小眼里只有裴景嫣，就算旁边有人杀人放火都毫无察觉，更别说本公主了。”顾清溪躲闪避开我目光，脸上却飞上2抹红霞。我看了他许久，最终莞尔一笑，没再开口。隔日，我就收到了顾清溪口中的大礼，沈慈安被送去大理寺了。看着手上的书信，我眼里闪过一丝错愕，没想到他会比我先一步出手。我看着手上仵作的证词，眉头微皱。裴景嫣的胎儿和我猜的分毫不差，早在那天落胎前，孩子就已经胎死腹中。沈慈安让人抓了药，每日将慢性堕胎药下在裴景嫣饭菜里。算算日子，早在裴景嫣制杯当日，沈慈安就开始下药了。难怪上一世沈慈安投湖自尽，裴景嫣服药的剂量不足以堕胎，这才留下了那个孩子。胎儿的死和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。拿着纸张的手微微颤抖，可我心中没了丝毫波澜，只剩恨意。夫君怕是忘了，我可是长公主，想查一个小小书生，易如反掌。一道呼吸贴着我耳边，亲热挽着我。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但大抵是开心。顾清溪像是想起什么，低头在我耳边耳语一句：“什么？”我脸上有些惊讶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过几日，我带你亲自去看看。顾清溪说这话时，嘴角上扬，像是想起了什么好事。被带进大理寺的不止沈慈安，还有整个裴家。裴景嫣当日对着众人说的话传进了皇宫。脚杯作假一事涉及当年的圣上亲姐长宁长公主，若真是有猫腻，裴家这欺君之罪怕是逃不了了。这一切终究是裴景嫣自作自受。裴家从前对我百般不喜，可如今落难了，却第一个想到我。裴父恨铁不成钢，狠狠给了裴景嫣一巴掌。逆女，当初如果不是你动了手脚，如今嫁入丞相府的人就是你，就是裴家。背着手，裴父脸色黑沉，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。我们裴家不过一介皇商，
可谢家可是一品官员，你为何如此糊涂？就算做了糊涂事，你为何偏要说出来？到了此刻，他们居然还想着挽回我。我成婚3日后，裴家人敲响了丞相府大门，看到裴父和一众裴家人，我直接闭门不见，让人关上大门，关好了，别让外面的野狗进来，污了我谢家门楣。裴家头一次吃了闭门羹，围在门外的人窃窃私语，嘲笑声止不住。这裴家现在后悔，已经晚了，哈哈哈！裴家大小姐放着好好的丞相公子不要，偏要去袒护一个穷书生，为了他断了好姻缘，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裴家怕是要大难临头了。岂止，听说长宁长公主和圣上也找人彻查裴家，再加上得罪了丞相府，那书生据说也不是什么好货色。这些声音像是压垮裴父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裴景嫣得知这些消息后，喉头一梗，怒极攻心，居然气得吐出一口血。景晨靠在冰冷的牢房里喃喃自语。裴景嫣再没了往日里的金贵，耳边沈慈安还在低声恳求，哀求裴景嫣带他离开地牢。嫣儿，你是裴家大小姐，你让裴家想想办法吧。我知道错了，往后我一定对你言听计从。你去求谢景晨，他定会帮你，不忍你受苦。甩开男人抓住他衣襟的手，他麻木挪开眼，自嘲一笑，他不会再帮我了。裴家也完了，一个大家族屹立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没有点阿杂事？从前定是算不了什么，可现在不同。几日后，顾清溪陪着我见了一面裴景嫣，被关在地牢中。裴景嫣在见到我的一瞬间，眼里满是悔恨和愧疚。景晨，对不起，我误了你7年，一墙之隔，却天差地别。我挽着顾清溪，在看他时早已没了当初的悸动。无碍，就当我从前瞎了眼。往后各自珍重。顶着沈慈安不甘的哀求和惨叫声，我缓缓走出大理寺。3日后，一道圣旨，裴家被连夜抄家，家风不正，圣上严惩。裴家制卑的规矩延续了100年。当初裴家子嗣有幸被公主看上，有幸上公主，有望当上驸马。可就在飞黄腾达前，制卑3次不中，裴家却坚持旧俗，制卑不中，圣卑不当驸马拒娶公主，引得公主大怒。裴家新科状元直接被贬为庶女。沈家用了20年才有重新翻身，重新回到上京，当上皇上。至于当初的驸马爷，我想到了牢中的裴父，嘴角笑了笑。如今裴景嫣说出脚杯作假一事，长宁长公主自然不会放过裴家。裴家欺君之罪，任凭如何拿金银之物谋求生路，都毫无作用。整个人上京无一人伸出援手，毕竟谁也不想得罪丞相府，又得罪长宁长公主和丞相府，更别说那可是下了圣旨要抄家。裴景嫣在狱中变得疯疯癫癫，心智全失。沈慈安的来历也被大理寺查清，他本是罪臣之子，被勒令此生不得入上京，但沈慈安却为了攀上裴景嫣这棵大树，故意隐瞒身份，想要得到裴家万贯家财。沈慈安怎会甘心当一个小小穷书生？他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裴景嫣背后的整个裴家。如今被送进地牢，沈慈安恨透了裴景嫣，趁着夜深人静，他竟想掐死对方。剧烈的窒息感中，女人恍惚间恢复了神智，当初的才子佳人此刻扭打在一起。裴景嫣手里的铁链棱角重重划过男人脸颊，伴随一声凄厉惨叫，沈慈安那张俊俏面容留下一道深痕。他被毁了容，往后更不可能翻身了。我的脸，我的脸！捂着脸，沈慈安哀嚎翻滚。裴景嫣静静看着他，发丝凌乱，眼窝深陷，眼神却亮得吓人。你既然那么想要裴家，那我就成全你，往后你便与我一生一世在一起吧。几日后，裴府众人被送往边关苦寒之地。裴府男丁苦役10年，女眷为奴为婢，全府沦为贱籍。他们被押送出城那日，我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，一眼就看见了面容枯槁的裴景嫣。沈慈安发着抖跟着他身后，偶尔走得慢了，背后还有人踹他一脚。像是察觉到我的目光，裴景嫣回头朝着城门方向看了一眼，瞥见我将穿着狐裘的顾清溪护在怀中，他对着我露出一抹苦笑，无声开口：“对不起。”初雪落下，他最终随着长长的队伍消失在风中。夫君可是不舍。看我久久未回头，顾清溪有些吃味。我回过神来，掐了他脸颊一把，趁他吃疼时，牵着他下了城墙，大步走向等待许久的马车，并无不舍。伸手接住雪花，我淡然收回视线。当年初雪，我只身一人救裴景嫣，风雪中唯有我与他2人。如今时过境迁，当年的少时情谊，终究是迷失于风雪中，再难寻踪迹。新雪辞旧人，但愿往后诸事皆顺。初雪覆了上京的朱墙黛瓦，驸马府的暖阁里燃着银丝炭，炉上煨着的雪顶寒脆散着袅袅热气。顾清溪靠在软榻上翻着画本，我坐在一旁替他剥着松子，指尖偶尔触到他温软的指尖，便惹得他耳尖泛红，轻嗔着拍开我的手。这般安稳的光景，是我上一世连做梦都不敢奢求的。城门那边传来消息时，窗外的雪正下的紧，管家躬身进来，声音压得极低：“驸马，公主。”边关传来的信，裴家那对流放的人在漠北的黑风岭遇上了马匪，全折了。我捏着松子的手顿了顿，抬眼看向顾清溪，他合上书本，眉眼间无半分波澜，只淡淡道：“也是他们的命数。”我轻笑一声，将包好的松子仁放进他手边的玉碟里。早该如此。漠北黑风岭的马匪是出了名的凶厉，专挑流放的罪臣队伍下手。裴家那群养尊处优的人落得这般下场，不过是咎由自取。更何况我早听闻押送裴家的官差是收了我暗中递去的银子，行至黑风岭时故意放慢脚步，又不慎丢了信号键。马匪来了，
他们便借着剿匪的由头躲了起来。等再出来时，裴家的人早已成了刀下亡魂。至于沈慈安和裴景嫣，管家的话还没说完，听说沈慈安想借着马匪的手逃，被马匪挑断了手脚筋。裴景嫣见他没用了，竟想拿他换条活路，两人互相撕扯，最后都被马匪乱刀砍死了，连全尸都没留下。这话落，暖阁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炭炉偶尔噼啪一声。我想起那日在城墙上，裴景嫣望着我和顾清溪，无声说出的那声对不起。可这3个字，怎么抵得上我上一世被他连捅80刀的疼？怎么抵得上那把烧得我尸骨无存的火？怎么抵得上我7年痴心错付的荒唐？顾清溪伸手握住我的手，他的掌心温热，欲贴着我指尖的微凉。别想了，都是些死人了，犯不着再费心神。我反手握紧他的手，低头在他手背上印下一个吻。不想，有你在，哪还有心思想那些糟心事？是啊，眼前人是心上人，枕边人是意中人。过往的那些烟杂事，不过是过眼云烟，不值一提。几日后，宫里传来圣谕，说裴家余孽尽除，漠北马匪也被边关守将清剿。念我和顾清溪新婚燕尔，又因裴家之事受了不少烦扰，特赏了100匹云锦、1000两黄金，还有一座京郊的温泉别院。旨意下来的那日，上京的百姓都在议论，说驸马谢景臣娶了长公主，真是一步登天，连带着谢家也胜卷日荣。没人再提起当年我苦等裴景嫣7年的痴傻，也没人再记得裴家那个眼高于顶的大小姐。所有人都只知道，丞相府的大公子是当今圣上最疼爱的长公主的驸马，是上京最风光的人。而那些曾借着裴家的事暗地里嘲笑过我、算计过我的人，此刻都纷纷上门来巴结，递来的拜帖堆了满满一匣子。我只让管家尽数收了，连看都没看。顾清溪见我这般，笑着打趣：“夫君这是打算闭门谢客，一心只陪着我。”我从身后拥住他，下巴抵在他的发顶，鼻尖萦绕着他身上淡淡的兰芷香。自然，世间万般繁华，都不及你眉眼半分。他转过身，踮起脚尖吻了吻我的唇角，眼底盛着星光，像极了当年御书房里那个敢和我抢笔墨的小姑娘。只是如今，他的眼里只有我。转眼到了上元节，京里的文人诗子照例要在曲江亭办诗会。往年我因着裴景嫣，总不愿去凑这种热闹，可今年顾清溪说想看看曲江的花灯，我便陪着他去了。曲江亭里人声鼎沸，才子佳人聚在一起，吟诗作对，赏灯观月，一派热闹景象。我牵着顾清溪的手，找了个僻静的亭子坐下，刚替他倒了杯酒，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议论声，声音不大，却偏偏能飘进我的耳朵里。那不是谢驸马吗？听说当年为了裴景嫣守了7年，最后还被裴景嫣耍得团团转，要不是圣上赐婚，怕是至今还是孤身一人呢。可不是吗？听说裴景嫣当年还带着沈慈安来参加诗会，把谢驸马的脸都丢尽了。那沈慈安还当众揭谢驸马的短，说他当年杀了30个劫匪，落下了心结，连鲜亮的衣服都不敢穿。现在倒是风光了，娶了长公主，可当年的那些事，怕是这辈子都抹不掉了。说话的是几个新进的进士，仗着自己有点才学，又攀附了户部尚书，便眼高于顶，说起话来没轻没重。顾清溪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，刚想起身，就被我按住了手。我对着他摇了摇头，眼底闪过一丝寒意。这些人怕是忘了谁才是这上京的天，也忘了当年裴景嫣和沈慈安的下场。我端着酒杯，缓缓站起身，走到那几个进士面前，脸上挂着淡淡的笑，眼神却冷得像冰。几位公子闲来无事，倒是喜欢背后议论别人的私事。那几个进士见是我，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有人仗着户部尚书的事，故作镇定道：“谢驸马，我们不过是随口闲聊，驸马何必当真？”随口闲聊。我轻笑一声，抬手将酒杯放在石桌上，酒杯与石桌相碰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本驸马的私事，还轮不到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子智慧。当年沈慈安当众辱我，最后落得个毁容断手、乱刀砍死的下场。裴景嫣负我欺我，最后尸骨无存。你们是不是也想步他们的后尘？我的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一股摄人的气势。曲江亭里的喧闹瞬间停了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这里。那几个进士脸色煞白，腿都开始打颤。方才说话的那个更是结结巴巴道：“驸马息怒，我们知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”知错？我往前走了一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本驸马的辱，岂是一句知错就能接过的？当年沈慈安在这曲江亭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揭我当年遇匪的事，让我成为上京的笑柄。今日你们便替他给本驸马赔罪。我说着，抬了抬手，身后的侍卫立刻上前，将那几个进士按在地上，给本驸马磕3个响头，说声谢驸马恕罪。这事便算了，若是不肯，那就别怪本驸马不客气，直接送你们去大理寺，告你们一个以下犯上，诽谤驸马的罪名。大理寺的大牢，岂是他们这些新进进士能受得了的？更何况诽谤驸马，按律当杖责50，流放3000里，他们这辈子的前程怕是就毁了。那几个进士哪里还敢反抗，连忙趴在地上，咚咚咚的磕了3个响头，额头都磕出了血，嘴里连声喊着：“谢驸马恕罪，谢驸马恕罪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”我冷冷的看着他们，直到他们磕完头，才摆了摆手：“滚吧，别再让本驸马看见你们。”那几个进士如蒙大赦，连滚带爬的跑了。曲江亭里的人看着我的目光都带着敬畏，再也没人敢私下议论半句。顾清溪走到我身边，挽住我的胳膊，眼里满是笑意：“夫君方才真是威风。”我低头看着他，
伸手替他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发丝，不过是替自己讨回公道罢了。当年受的辱，今日总要一一讨回来。更何况我如今是长公主的驸马，丞相府的公子，岂容他人随意智慧？从前我为了裴景嫣，处处忍让，步步退让，可如今我有要护着的人，有要守着的家，谁再敢惹我，惹我身边的人，我定让他付出代价。那晚的曲江亭诗会，我成了最耀眼的人，有人捧来笔墨，邀我作诗，我挥毫泼墨，写下心血复沉旧梦里，清风斜月伴清安，字字洒脱，笔笔苍劲，满座皆惊。没人再记得当年那个为了裴景嫣郁郁寡欢的谢景晨，所有人都只记得今日的谢驸马才高八斗，意气风发，是长公主的良人，是谢家的骄傲。而那曲江亭的花灯，映着我和顾清溪相握的手，在夜色里暖了岁岁年年。本以为裴家的人都死在了黑风岭，这事便彻底翻篇了，可没想到时隔3月，竟还有裴家的余孽跳出来，想找我报仇。那日我陪顾清溪去京郊的温泉别院小住，刚到别院就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别院的侍卫被人打晕在了地上，院子里的花草被踩得七零八落，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。我立刻将顾清溪护在身后，抽出腰间的佩剑，警惕地看着四周，谁在装神弄鬼？出来！话音刚落，几道黑影从假山后跳了出来，手里拿着刀，眼神凶狠地看着我。谢景晨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，害死了我们裴家满门，今日我们便要为裴家报仇，取你狗命！我定睛一看，为首的那人竟是裴景嫣的堂兄裴明轩。当年裴家抄家时，他借着外出经商的由头躲过了一劫，没想到竟躲到了现在，还敢回来找我报仇。我冷笑一声，握着佩剑的手紧了紧。裴明轩，你裴家满门覆灭，皆是咎由自取，与我何干？裴景嫣欺君罔上，动了脚杯的手脚。沈慈安是罪臣之子，意图谋逆，你们裴家勾结罪臣，为非作歹，落得这般下场，都是自己做的，你还敢狡辩？裴明轩红着眼睛，挥着刀朝我冲过来。若不是你退婚，若不是你娶了长公主，我们裴家怎会落得这般下场？谢景晨，今日我定要杀了你，为我裴家上下报仇。他身后的几个裴家余孽也跟着冲了上来，手里的刀舞得虎虎生风。我将顾清溪推到身后的亭子里，对着他喊了一声：清溪，待在里面别出来。说完，我便提剑迎了上去。当年我为了救裴景嫣，单枪匹马杀了30个劫匪，这些年虽少动刀兵，可功夫却半点没落下。更何况这些裴家余孽都是些酒囊饭袋，平日里养尊处优，哪里是我的对手？不过片刻，就被我打翻了2个，剑刃抵在他们的脖子上，只消轻轻一送，便能取了他们的性命。裴明轩见势不妙，竟想绕开我，去抓顾清溪。谢景晨，你不是护着长公主吗？我今日便杀了她，让你尝尝失去心爱之人的滋味。我眼疾手快，反手将佩剑扔了出去，佩剑擦着他的胳膊飞过，定在了他身后的树干上，入木3分。裴明轩吓得浑身一颤，愣在原地，不敢再动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马蹄声，是我留在京里的侍卫，见我许久未归，便寻了过来。侍卫们一拥而上，将裴家的余孽尽数按在地上，捆了个结结实实。顾清溪从亭子里走出来，走到我身边，看着地上的裴明轩，冷声道：裴家真是死性不改，都落到这般地步了，还敢出来作恶？裴明轩趴在地上，恶狠狠地看着我：谢景晨，你别得意，我裴家还有人，迟早会找你报仇的。我蹲下身，看着他，眼底满是嘲讽：裴家还有人？我看你是死到临头还嘴硬。实话告诉你，自从裴家抄家后，我便让人盯着所有裴家的旁支和门生，凡是与裴家有牵扯的，要么被我送进了大牢，要么被我赶到了关外。你以为你能躲多久？今日你自投罗网，不过是让我彻底斩草除根罢了。我早就料到裴家不会就这么彻底覆灭，定然会有漏网之鱼，所以一直暗中派人追查。今日裴明轩自投罗网，倒是省了我不少功夫。我让人将裴家的余孽押回上京，直接送进了大理寺，又让人去彻查所有与裴家有牵扯的人，一个都不许放过。大理寺卿是我爹的门生，见我亲自押着人过来，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。连夜审案，裴明轩熬不住大刑，尽数招了，供出了所有隐藏的裴家余孽，还有那些曾暗中资助过他们的官员。圣上得知此事后，龙颜大怒，下旨将所有裴家余孽斩立决。那些资助过裴家的官员，要么被贬官流放，要么被抄家问斩。一时间，上京的官场人心惶惶，再也没人敢与谢家为敌，也没人敢再提起裴家半个字。经此一事，我在京中的威望更甚，丞相府的地位也愈发稳固，而我和顾清溪的感情也愈发深厚。那日处理完裴家的事，我回到驸马府，顾清溪正坐在灯下等我，见我回来，立刻起身替我解下外袍，端来温好的茶水。夫君辛苦了。我接过茶水，喝了一口，将他拥进怀里。不辛苦，只要能护着你，护着我们的家，再辛苦也值得。他靠在我的怀里，轻声道：往后再也不会有烦心事了吧？我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，轻声道：不会了，所有的糟心事都已经过去了，往后只有你和我，还有我们的未来。裴家余孽被尽数铲除后，圣上对我愈发信任，先是升了我爹的官，从丞相升为太师，又赏了谢家无数珍宝，还让我入了军机处，参与朝政。起初我还有些犹豫，怕入了朝堂会惹来更多的麻烦，顾清溪却笑着劝我：夫君有才有谋，本就该一展抱负，更何况只有手握重权，
才能更好的护着我，护着谢家。我想想也是，上一世我就是太过佛系，不愿参与朝堂纷争，才让裴景嫣和沈慈安有机可乘。这一世，我不仅要护着身边的人，还要让谢家成为上京最顶尖的家族，让任何人都不敢轻易招惹。入了军机处后，我凭借着前世的记忆和自己的谋略，为圣上出了不少好主意。先是提出了新的赋税政策，减轻了百姓的负担，又制定了新的边防策略，加固了边关的防御，让漠北的马匪再也不敢轻易来犯。圣上对我愈发赏识，几次在朝堂上公开夸赞我，还赏了我一座新的驸马府，比原来的府邸大了数倍，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，成了上京最气派的府邸。不仅如此，圣上还特意下旨，让我和顾清溪可以自由出入皇宫，无需通传。就连宫里的太后也十分喜欢顾清溪，时常召他进宫陪自己说话，赏了他无数的金银珠宝和绫罗绸缎。一时间，谢家成了上京最风光的家族，我和顾清溪也成了上京最让人羡慕的一对。那日宫宴，圣上特意让我坐在他身边，举杯对众人道：“谢驸马年轻有为，文武双全，清溪能嫁给他，是他的福气，也是我大启的福气。”满朝文武纷纷举杯向我道贺，那些曾看不起我的人，此刻都满脸堆笑，极尽谄媚。我举杯回敬，目光落在坐在我身边的顾清溪身上，她穿着一身正红色的宫装，头戴凤钗，眉眼如画，正温柔地看着我，眼里满是骄傲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了上一世的宫宴，那时候裴景嫣是宴会上最耀眼的人，而我只是一个默默守在她身后的人，看着她和沈慈安眉来眼去，心如刀割。而如今，我身边的人换成了顾清溪，那个满眼都是我的姑娘，那个在我最落魄的时候依然选择相信我，陪着我的姑娘。宫宴散后，我牵着顾清溪的手，走在皇宫的长廊里，月色洒在我们身上，温柔又缱绻。顾清溪抬头看着我，笑着道：“夫君今日真是出尽了风头。”我低头吻了吻她的唇角，轻声道：“风头再盛，也不及你半分。若不是有你，我今日也不会站在这里。是啊，若不是重活一世，若不是遇见了顾清溪，我或许还在为裴景嫣的虚情假意所迷惑，落得个和上一世一样的下场。是顾清溪让我看清了人心，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，也是她陪着我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”我牵着她的手，一步步往前走，长廊的尽头是漫天的星光，像极了我们的未来，璀璨而光明。转眼1年过去，顾清溪有了身孕，圣上得知后龙颜大悦，赏了无数的安胎药和珍宝，还特意让太医院的院判亲自给顾清溪把脉，时刻关注她的身体。我更是将她宠成了公主，每日推掉所有的公务，守在她身边，替她揉腰，给她包水果，陪她说话，生怕她有半点不适。顾清溪看着我这般紧张，笑着打趣：“夫君这般紧张，倒是让我觉得我怀的不是个孩子，而是个稀世珍宝。”我握着她的手，贴在她的小腹上，感受着里面小小的生命，眼底满是温柔。你和孩子都是我的稀世珍宝。怀胎10月，顾清溪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，粉雕玉琢，眉眼像极了我。圣上得知后，亲自赐名谢念臣，取思念清溪，臣佑一生之意，还封了孩子为瑞王。刚出生就有了王爵，这在大启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。孩子的满月酒办得极为盛大，满朝文武都来道贺，宫里的太后和圣上也派了人送来无数的赏赐，驸马府里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我抱着襁褓中的孩子，看着坐在床边的顾清溪，她脸色虽有些苍白，却眉眼温柔，看着孩子的目光满是母爱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。上一世的遗憾，这一世都被圆满；上一世的痛苦，这一世都被温暖所取代。往后的日子愈发安稳，谢念臣渐渐长大，小小年纪就聪慧过人，深得圣上和太后的喜爱，时常被召进皇宫，陪圣上读书，陪太后说话。我依旧在军机处任职，为圣上出谋划策，谢家的势力也越来越大，成为了上京无人敢惹的存在。而顾清溪依旧是那个温柔体贴的长公主，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陪着我，看着孩子长大，岁月静好，现实安稳。偶尔我也会想起上一世的事，想起裴景嫣，想起沈慈安，想起那些不堪的过往，可心里却再无波澜。那些人，那些事都已经化作了尘埃，被风吹散，再也不会影响到我。那日，我带着顾清溪和谢念臣去京郊的温泉别院小住，孩子在院子里追着蝴蝶跑，顾清溪靠在我的怀里，看着孩子的身影，轻声道：“时间过得真快，晨儿都这么大了。”我揽着他的肩，看着漫天的晚霞，轻声道：“是啊，日子过得真快，一转眼，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。夫君，你后悔吗？”顾清溪忽然抬头看着我，后悔娶了我，而不是裴景嫣。我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，笑着道：“从未后悔过。若是有来生，我还是会选择遇见你，娶你为妻，护你一生。裴景嫣与我，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的梦，梦醒了，便什么都没了。而顾清溪才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执念，唯一的归宿。”顾清溪靠在我的怀里，笑得眉眼弯弯，孩子的笑声飘进耳朵里，暖了整个心房。夕阳西下，晚霞映着一家3口的身影，温柔而美好。新雪辞旧人，清风迎新生。往后余生，岁岁年年，皆是安暖。一念情深，终得相思，皆是圆满。谢念臣长到5岁时，
早已成了上京城里人人艳羡的小公子，眉眼承袭了我与顾清溪的好模样，目如朗星，唇红齿白，天生性子又沉稳有礼，半点没有世家子弟的骄纵，连圣上见了都常说这孩子是块治国的好料子，时常将他召进宫中，亲自教他读书习字、批阅折子。驸马府的后园成了晨儿每日练剑读书的地方。春日里，我便陪着他在海棠树下练剑，他握剑的小手还攥不稳剑柄，招式歪歪扭扭，却学得格外认真，一招一式都跟着我一样画葫芦，额角沁出薄汗也不肯歇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爹爹说，练好剑才能护着娘亲，护着谢家。顾清溪便坐在不远处的紫藤花架下，手里拿着绣帕，含笑看着我们父子。身旁的石桌上摆着冰镇的莲子羹，是特意给晨儿练剑后解暑的。待晨儿练得累了，便扑进他怀里，撒着娇要吃莲子羹，软糯的声音喊着娘亲，惹得顾清溪笑眼弯弯，捏着他的小脸喂他吃羹，眉眼间的温柔能化了这春日的暖阳。这日午后，晨儿练完剑，拉着我的衣角，小大人似的问爹爹，当年你是不是很喜欢裴家的那位姐姐？京里的老人们偶尔会偷偷说起。我愣了一下，低头看着晨儿清澈的眼眸，伸手将她抱起来，走到顾清溪身边坐下，抬手揉了揉她的头，那都是爹爹年少时的糊涂事，爹爹心里从来只有娘亲一人。顾清溪靠在我肩上，接过话头，轻轻摸着晨儿的头。晨儿要记住，有些人和事不过是过眼云烟，唯有真心待你的人才值得放在心上。爹爹当年遇人不淑，幸而后来遇见了娘亲，才有了晨儿，有了我们现在的家。晨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将小脑袋埋进顾清溪的怀里。那晨儿以后也要找一个像娘亲一样好的姑娘，一辈子对她好，像爹爹对娘亲这样。一句话惹得我和顾清溪相视而笑，暖阁里的空气都裹着甜丝丝的味道。闲暇时，我便带着顾清溪和晨儿去京郊的温泉别院小住。别院后的青山绿水最是养人，晨儿便跟着山里的猎户学认草木、辨鸟兽，偶尔还能捉回几只小兔子、小松鼠，养在府里，成了他的小玩伴。顾清溪便陪着我在溪边垂钓，或是在院子里煮茶赏花，日子过得清闲又惬意。偶尔也会有京里的官员带着家眷来别院附近的庄子小住，见了我和顾清溪，皆是恭恭敬敬，连带着对晨儿也百般讨好，送的珍宝玩物堆了一屋。可晨儿却从不在意，只捡着那些小巧的木雕，逐渐玩，半点不沾纨绔之气。我看着身边的妻儿，心中满是安稳。上一世的颠沛流离、痴心错付，都成了过眼云烟。这一世，我守着心爱的人，看着孩子长大，便是此生最大的圆满。晨儿7岁那年，上京城里忽然又有了些关于裴家的闲话，不过不是有人替裴家喊冤，而是当年那些曾与裴家有过牵扯、侥幸未被治罪的官员，想借着晨儿启蒙入学的机会，攀附谢家，竟在私下里说些裴家当年虽有错，却也并非十恶不赦的话，妄图洗白裴家，讨我的欢心。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时，我正在军机处与几位大臣商议边防的粮草事宜，闻言只是淡淡抬眼，对着传信的侍卫道：“把那些人说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大理寺卿，再让他查查这些人近年的言行举止，可有不妥之处。”侍卫领命退下，军机处的几位大臣皆是噤若寒蝉，无人敢多言一句。他们都清楚，我最恨的便是裴家，更恨那些趋炎附势、是非不分的人。如今这些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怕是落不了好下场。不出3日，大理寺便查出了结果，那些私下为裴家说话的官员，要么是当年收了裴家的好处，要么是与裴家的旁支还有姻亲往来，甚至有人还在偷偷资助裴家流落在外的远亲，只是做得极为隐蔽，才未被发现。圣上得知此事后，龙颜大怒，下旨将这些官员尽数罢官夺爵，贬为庶民，流放到岭南烟瘴之地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旨意下来的那日，上京的官场再次震动，再也没人敢提裴家半个字，更没人敢在我面前耍些小聪明，妄图攀附。经此一事，我在朝堂上的威名更甚，无人再敢质疑我的手段，也无人再敢与谢家为敌。圣上对我愈发信任，将边关的兵权分了一半给我，让我总管边防事宜。连太师府的父亲都常说我如今的成就早已超过了他。那日从朝堂回来，顾清溪正在府里等着我，见我回来，便替我解下朝服，轻声道：“今日朝堂上的事，我听说了。夫君下手虽重，却也是敲山震虎，让那些心怀不轨的人不敢再轻举妄动。”我将他拥进怀里，低头吻了吻他的发顶。我并非心狠，只是这朝堂之上人心叵测，若是我心慈手软，便会让那些人有机可乘，到头来受伤害的还是你和晨儿，还有谢家。我这辈子绝不会再让上一世的悲剧重演。顾清溪靠在我怀里，轻轻点头：“我懂，夫君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，只是也要注意身体，莫要太过操劳。”我反手握紧他的手，眼底满是温柔：“有你在，再苦再累也值得。”往后的日子，朝堂之上风平浪静，我借着前世的记忆，为大启王朝出谋划策，减免百姓赋税，加固边关防御，整顿吏治，让大启的国力日渐强盛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圣上对我愈发倚重，甚至私下里与我商议，待晨儿长大，便立他为太子，将来继承大统。我闻言只是淡淡推辞：“圣上自有皇子，晨儿不过是驸马之子，怎敢觊觎太子之位？只求圣上能让晨儿平安长大，做个守护大启的忠臣，便足矣。”圣上见我心意已决，便不再强求，
却依旧对晨儿百般疼爱，将他当成亲孙子一般看待，赏了无数的珍宝和封地，让晨儿成了上京城里最受宠的小公子。晨儿10岁那年，已经长成了翩翩少年郎，不仅熟读四书五经，练得一手好字，剑法也颇有造诣。随我去边关巡查时，面对边关的将士，谈吐不凡，进退有度，引得将士们纷纷称赞，说谢家出了个少年英雄。这年的上元节，曲江亭的诗会依旧热闹，我带着顾清溪和晨儿一同前去。曲江亭里花灯如昼，才子佳人吟诗作对，晨儿也被几位世家子弟邀着作诗。他提笔挥毫，写下盛世山河秀，阖家岁月安，字字铿锵，满座皆惊，连一旁的文渊阁大学士都赞他有治国之才。顾清溪靠在我身边，看着晨儿的身影，眼里满是骄傲。我们的晨儿长大了。我揽着他的肩，看着漫天的花灯，又看着身边的妻儿，心中满是感慨。从重生那日起，我便发誓要护着顾清溪，要让自己不再重蹈覆辙。如今我不仅做到了，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，一个幸福的家，此生再无遗憾。夜深了，曲江亭的人渐渐散去，我牵着顾清溪的手，晨儿跟在我们身后，一家三口走在花灯铺就的小路上，月色洒在我们身上，温柔而缱绻。晨儿忽然跑到我们面前，笑着道：“爹爹娘亲，你们看那盏花灯上的图案，像极了我们一家三口。”我和顾清溪抬头看去，只见不远处的一盏荷花花灯上画着一对璧人，牵着一个小小的孩子，眉眼含笑，正是我们一家三口的模样。顾清溪看着花灯，眼里泛起了泪光，我伸手替他擦去眼角的泪，低头吻了吻他的唇角。清溪，嫁给我，你后悔过吗？顾清溪摇了摇头，伸手回握住我的手，眼底满是星光，从未后悔。从御书房里第一次见你，到如今陪你走过这么多年，我从未后悔过。谢景晨，此生能嫁给你，是我最大的幸运。我握紧他的手，一字一句道：“清溪，此生能遇见你，能娶你为妻，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。上一世我一念情深，错付他人，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。这一世我幸而重生，遇见了你，往后余生，我定护你一世周全，伴你岁岁年年，生生世世，永不分离。”晨儿站在一旁，看着我们，笑得眉眼弯弯，伸手牵住我们的手，将我们的手合在一起。爹爹娘亲，晨儿会陪着你们，一辈子护着你们，让我们一家人永远都在一起。一家三口的手紧紧握在一起，花灯的光芒映着我们的脸庞，暖了夜色，也暖了此生。心血辞旧，清风迎新，那些不堪的过往早已被岁月掩埋，而身边的人心中的情却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，愈发坚定。一念情深，终得相思，岁岁年年皆是安暖，此生此世圆满无憾。裴家余孽尽除，朝堂之上再无纷扰，我便向圣上请了半载的闲，推了所有公务，只愿守着顾清溪，将这世间温柔都捧到他面前。驸马府的后园辟了一方小茶寮，四周种满了他最爱的兰芷与海棠。春日海棠落英缤纷，夏日兰芷暗香浮动，冬日便隆起暖帐，燃上银丝炭，煮茶赏雪。我总笑他贪婪，他便斜倚在软榻上，捏着茶盏笑对我：“夫君既愿陪我贪婪，又何来抱怨？”话虽如此，他却总记着我的喜好。我喜喝雨前龙井，他便让茶奴早早收了新茶，亲手备制。我练字时爱喝温茶，他便守在一旁，每隔片刻便替我添上。指尖偶尔拂过砚台，与我指尖相触，便惹来一世温柔。那日雪后初晴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茶寮里，暖融融的。我坐在案前临帖，他坐在一旁煮茶，银壶煨在炭火上，水气袅袅，茶香漫溢。他忽然放下茶夹，走到我身后，伸手轻轻替我揉着肩颈，声音软绵：“夫君近日练字久了，肩颈怕是酸了。”我抬手握住他的手，将他拉到腿上坐下，鼻尖抵着他的发顶，闻着他身上淡淡的兰芷香，只觉心头安稳。有你在，便是酸了也甘之如饴。他轻笑，伸手点了点我的眉心，越发会说甜言蜜语了。话落，却反手揽住我的腰，将脸埋在我的颈窝。只是这般日子真好。我收紧手臂，将他拥在怀里，看着案上的字帖，字迹洒脱，皆是清溪二字。从前为裴景烟写尽相思，字字皆是执念；如今为顾清溪落笔，笔皆是心安。闲来无事，我便陪着他逛遍上京的街巷。从前为了裴景烟，我走遍上京的珍宝阁，寻尽奇珍异宝，却从未见过街边的烟火人间。如今牵着顾清溪的手，逛遍市井小巷，尝遍街头小吃。他咬着桂花糕，眉眼弯弯的模样，比世间任何珍宝都动人。街边的小贩见了我们，皆是恭敬又热络，一口一个驸马爷长公主，却无半分谄媚。他们记着我定下的赋税新政，记着谢家为百姓做的实事，这份真心比朝堂之上的阿谀奉承更让人心暖。逛累了，便寻一处临河的茶肆坐下，点一壶清茶，几碟点心，看着河面的画舫凌波，听着街头的欢声笑语。顾清溪靠在我身边，看着往来的行人，轻声道：“从前在宫里，总觉得这世间繁华皆是虚妄，如今才知，人间最珍贵的不过是这般烟火寻常。”我执起他的手，在他手背上印下一个吻。从前我总执着于求而不得的姻缘，如今才懂，最好的姻缘不过是与你三餐四季，岁岁相依。河面的微风吹起他的发梢，拂过我的脸颊，带着淡淡的桂花香。时光缓缓，
岁月安然，这便是我2辈子所求的圆满。半载闲期将近，边关传来急报，漠北草原部落蠢蠢欲动，屡次侵扰边境。圣上便命我前往边关巡防，整顿军务。临行前夜，顾清溪坐在灯下为我收拾行装，他将一件件衣物叠得整整齐齐，又在包袱里放了许多他亲手备制的茶叶，还有暖手的汤婆子，绣着我名字的锦帕，一件都不肯落下。我从身后拥住他，看着他忙碌的身影，心中满是不舍。此去边关，路途遥远，且多风霜，你便在京中等我，莫要牵挂。他转过身，踮起脚尖吻了吻我的唇角，眼底虽有不舍，却无半分娇怯，只轻声道：夫君守着大启的边关，便是守着天下的百姓，亦是守着我。我虽为女子，却也知家国大义，夫君放心前去，我在京中替你守着驸马府，等你归来。话落，他又取出一柄佩剑，剑鞘上雕着龙凤呈祥，是他亲手请宫中的能工巧匠打造的。这柄剑削铁如泥，夫君带在身边，护佑平安。我接过佩剑，紧紧拥住他，心中满是动容。上一世我孤身前往险境，无人牵挂，无人等候，如今有他在京中等我，便是刀山火海，也有了归期。次日清晨，我率军启程，顾清溪亲自送我至城门外。他站在城楼上，一身素色宫装，衣袂飘飘，目光追随着我的身影，直到再也看不见。我勒住马缰，回头望去，他依旧站在那里，抬手向我挥手。那一刻，我便发誓，定要早日平定边关，归来与他相守。边关的日子艰苦又忙碌，漠北的风沙大，吹得人睁不开眼。军营的伙食简单，不及京中半分精致，可我却甘之如饴。每日操练士兵，巡查防线，与守将商议军务。闲暇时便拿出顾清溪寄来的书信，字字句句皆是温柔。他告诉我驸马府的蓝纸开了，告诉我京中的桂花糕出了新口味，告诉我圣上依旧信任谢家，让我安心军务，勿念京中。书信的末尾总写着一句叛军归3个字，便是我所有的动力。漠北的部落见我军军纪严明，防守严密，几番侵扰皆被击退，便心生惬意，派来使者求和。我知他们并非真心归降，只是忌惮我军的实力，便设下3章约定，令他们献上降书，永不侵扰边境，又留下精兵驻守边境，以防有变。边关安定后，我便即刻启程回京，归心似箭，日夜兼程，只想早日见到顾清溪。行至上京城外，远远便看见城楼下那道熟悉的身影。顾清溪站在寒风中，翘首以盼，身上披着厚厚的狐裘，却依旧抵不住寒风的侵袭，鼻尖冻得通红。我勒住马缰，翻身下马，快步走到他面前，将他拥进怀里，脱下自己的外袍裹住他，声音带着一丝沙哑：傻丫头，天这么冷，为何不在城中等我？他靠在我的怀里，听着我的心跳，眉眼弯弯。我想早点见到夫君，便等不及了。寒风卷着雪花落在我们身上，可相拥的怀抱却暖得能融化冰雪。我牵着他的手，一步步走进城门，身后是安定的边关，身前是心爱的人，身旁是繁华的上京。此生夫复何求？从边关归来后，圣上对我愈发倚重，不仅赏了无数珍宝，还晋封我为镇北侯，赐丹书铁券，荫及子孙。谢家的荣光一时无两。朝堂之上，有人羡慕，有人嫉妒，却无人再敢轻易招惹。那些曾与我作对的官员，早已被我一一拔除，余下的皆是真心为国之人。朝堂之上一片清明，可我对这些荣宠却从未放在心上。每日处理完公务，便即刻回府，只因府中有顾清溪在等我。他从不在意我身居何位，手握何权，于他而言，我只是他的夫君，不是镇北侯，不是驸马爷，只是那个会陪他煮茶赏花，会牵他的手逛遍市井的谢景琛。那日宫宴，圣上再次在众人面前夸赞我，欲将尚书令之位授予我，执掌6部，权倾朝野。满朝文武皆向我道贺，唯有我起身推辞：臣蒙圣上厚爱，已是万分荣幸。尚书令之位责任重大，臣恐难以胜任。臣此生所求，不过是护着大启江山，守着家中妻儿，便足矣。圣上见我心意已决，便不再强求，只笑叹我是世间难得的痴情人。宫宴散后，顾清溪牵着我的手，走在皇宫的长廊里，月色如水，洒在我们身上。他笑着道：夫君今日推了尚书令之位，怕是让不少人失望了。我低头看着他，伸手替他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发丝。那些荣华富贵，于我而言，皆是过眼云烟，唯有你，才是我此生唯一的执念，唯一的归宿。若为了权位，忽略了你，纵使权倾朝野，又有何意义？他踮起脚尖，吻了吻我的唇角，眼底盛着星光，像极了当年御书房里那个敢和我抢笔墨的小姑娘。夫君知我心意，便是此生最大的幸事。回到驸马府，暖阁里早已燃上了银丝炭，炉上煨着顾清溪亲手煮的姜汤，驱散了一身的寒气。他坐在我身边，为我揉着肩颈，轻声道：边关的日子定是苦了，